欢迎来到凯蒂斯的象棋占卜。Hello， 各位大家好，又到了凯蒂斯象棋占卜的时间喽。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什么？其实是我该不该跟他分手？我觉得在感情啊，有时候总是让人家觉得甜蜜跟挣扎中那种互相交织而成的，尤其是你的心中啊，开始有一些疑问跟不安，那段看似幸福的那种悸动或感觉啊，似乎也会蒙上一层阴影。你时不时的就会开始想说，我跟他这段关系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下去吗？常常那种心思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冒出来，想着说下次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说，这样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但你其实真的很舍不得，因为你就是正站在那个感情的十字路口，你还没有放弃爱他的那个心，内心充满了非常的迷茫。你知道如果离开他你会非常痛苦，可是再继续下去，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走到底。或许今天的象棋占卜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指引吧。所以呢，在开始之前啊，请大家在心中默想你跟他未来的发展。然后以下有3副棋 A、B、C。现在心中想一下，最有感觉的是哪一组？心中想好，我跟他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想好了之后写下来，因为这样会增加你跟棋卦的连结，然后也可以更清楚的看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答案。写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择 A 的朋友。我们来看选择 A 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情况。从这个卦象中，我觉得你们之间是很沉默的挣扎，是无法互相交流的一种心理。你跟他似乎就是像2颗各自独立的心哦。你虽然会彼此之间有吸引力哦，其实你还蛮希望可以跟他一起的，但是那种吸引力啊，你会常常会有感觉到，就是无法在彼此的世界中找到完全的归属感。你内心其实很渴望有浪漫，然后希望他可以懂你，能够看到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啊跟脆弱，好懂你，体贴你。你曾经期待过2个人可以像小说里的爱情一样，那种心灵相通啊，或者是突然一出现，然后送你一大束花。可是在现实中啊，你却总是会觉得有一点失望，不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到你真正的需求。我看到的就是你常常会有那种孤独感，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理解到你的想法，你也无法理解到他的想法哦。2个人是各自有各自的一种定见或者一种要求，彼此之间都期待对方能够变成自己的希望的样子。那我觉得有人就会说啊，爱情里最大的距离不是2个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不是距离有多远，而是你内心的那种隔阂。你常常会试着去靠近，去沟通，甚至我觉得你为了他有一点在努力改变，然后调整期望。可是你总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有一点被冷落，或者那种忽视感，或者是你要不断的去迎合他，这种感觉会让你越来越迷惘，说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那其实你们两个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当然你们也对很多事情会有自己一套看法。那我觉得这时候你不妨静下心来问问自己，这段感情是不是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幸福？也许可以去调整一下期待啊，或者是用更柔软的方式去相处。但是若是你还是发现自己总是在妥协中付出，而且你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或许你该思考一下这段感情是不是值得再继续下去。那以上是 A 气卦的朋友们的看法，对，是这样子。好好的去思考，你们是不是带有太多的想法在其中，是不是总是对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见。那我觉得感情不是这个样子感情其实是应该要在过程中互相的磨合。那这是选择 A 的朋友。好，我们来看选择 B 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卦象。哇，选择 B 的朋友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打一波什么双向奔赴，加强这个链接因为呢你们的关系我感觉非常的不错哦。你们的那种爱情我觉得就是一种双向奔赴，非常浪漫的一种牵绊，而且彼此的吸引是那种非常难分难舍的感觉他就是懂你想要的浪漫，你也懂他的幽默跟风趣或者是你的贴心也是让他非常感觉到哇，这个爱情真的太棒了那你们呢就彼此之间的那种浪漫贴心或风趣都让你们之间成为对方世界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他也许有一点点的一些霸道或独占欲，或者是希望你可以变成他想要的那种样子。有时候我这种感觉会让你无所适从或者是会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样子但是他的那种霸道或者是小占有欲其实还是会让你觉得也许他就是很在乎我所以你也觉得是一种感情之间的甜蜜而且只要你这样稍稍的撒娇一下，或者是用浪漫的方式去应对其实他根本就是立刻投降他所有的要求都为你而改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充满那种很甜蜜甜甜的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而且是很真挚的连结那种爱意会让你感觉到关系之间是很满足的，而且你会觉得说也许我们可以再继续走下去很踏实的感觉，好像可以陆陆续续不是陆陆续续，就慢慢的可以达到最后那个婚姻的殿堂，或者是可以再继续相处下去。我觉得那种仿佛它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你在这段感情中也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你可以耍一些小任性或者是他也懂你之间彼此的那种情趣。我觉得曾经有人说当你找到那种能够让你同步的人，你就会体会到爱情的美好，这就是可以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就是这样，你跟他之间就是这样，他就是能够跟你同步，所以每一次相处的片段你就会觉得自己真太幸福了，太幸运了所以你就会更加珍惜这段感情，而且你会很渴望可以跟他再更亲密的接触。尽管这中间他有时候会展现出想要主导感情之间的那种强势，但是你们之间的互动总是能够以包容的方式去调和你知道自己想要的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稳健的跟他相守下去。然后所以在这段
关系里面，千万不要因为这种小小的摩擦或者是他对你的要求，然后你就轻易的放手，要学会在包容中寻求平衡，或者是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协调的方式刚刚讲你可以用柔软一点或者是撒娇的方式，也许他对你的要求就很容易投降。或许这段关系会成为你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爱情故事。祝福大家，一定要赶快打下双向奔赴加强这个关系的链接希望你成功。以上是选择 B 的朋友的状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 C 的朋友。哇，选择 C 的朋友，我觉得就是一种渴望自我的一种解放的感觉这中间我觉得看到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妥协跟一种束缚的感觉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其实是很渴望关系可以更亲近或更浪漫，或者是有更亲密的关系，但好像总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样子。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他是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可以看到对方其实是一个很会讲甜言蜜语或者是很幽默风趣或者是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条有理，而且是能力很强、很耀眼，在事业工作场所是非常耀眼的人，所以会让你无法抗拒他的魅力然后甚至常常不自觉的就会去迎合他。可是其实你是一个也很有想法，然后很有主见的人，常常就内心深处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这真的是我想要的样子吗？因为你很渴望在爱情中还是能够照着你的方式走，或者是一种平等的互动嘛，而不是仅仅是听从对方的安排跟要求，或者是他说就照着我说的做就对啦，或者是他用一些撒娇的方式，你就OK 好，都听你的。所以每当你试着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时他就会觉得说你太过主观啦，或者是你对我要求太多了为什么不能听我的？可是可能更多的时候他其实反而是他要求更多更主观，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内心的感觉说，我真的是管太多了吗？我真的要求太多吗？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说我很难被理解你会也渐渐的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好像慢慢的迷失了。有人就说过其实爱情应该是两个人相互成就而不是一方不断的在让步嘛，对不对？我们彼此就是像一场浪漫的舞蹈一样你前进我后退，我后退你前进，共同谱出一段美好的舞曲嘛，这才是你心中渴望的一种模样嘛。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还是很喜欢他因为看得出来你真的其实还蛮喜欢他，那还想继续往下走下去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对爱情的渴望，你要试着放宽一些心态，有一些可能对他有一点过多的要求，或者是希望他可以照着你的方式走，因为他不是可以被限制或被管控的人，所以你可能就要去调整一下跟他沟通的方式。不过我看到的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妥协变成是你们之间互动的一种常态，那这样的你我觉得可以好好去思考或仔细的想想，在这段感情中你真的感觉到幸福吗？
因为凯蒂斯看到你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或者是无法突破的一种状态那这样子就会成为一种束缚而不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理解跟珍惜的，不要让自己在这种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失去了自我，还是要先爱自己，先珍惜自己或珍视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那这样的关系才可以长长久久那你也不要那么不信任他，其实有时候好好的沟通，让他明了到你的需求跟你希望跟渴望的模样，那我相信这样的关系才能够长久下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象棋占卜那因为这是个大众占卜的视频，所以海蒂斯还是要跟你们提醒一下，因为这次的视频是针对大众占卜的，所以内容就是为了连接到更多的朋友，所以它没有具备个人的针对性。如果在这3个棋之中你在观看中如果有发现有一些地方跟你的现实情形很契合，那就是一个很棒的指引跟参考的依据嘛。但如果某些地方跟你的情况不太符合，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刚刚在选择的时候有一些状态，那就保持理性嘛，选择跟自己有关的部分去理解就好了然后如果你看完之后呢，仍然是有困惑的或者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众占卜本来就是没有办法覆盖每个人的具体状态嘛。如果呢你针对这次大众占卜的状态，你希望可以更了解一下自己个人的未来那个状态，然后来做出一些判断跟依据或者是希望可以更深入了解自己目前的现状，还有怎么解决相关的问题，可以把你的问题丢到我们的官方 LINE，我将会针对你的实际情形做出更准确或者是有针对性的答案跟方向，帮助你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向。那今天很感谢大家来聆听，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感情状态。凯蒂斯祝福大家那希望大家的感情顺风顺水，记得写下来加强链接好，而且还要订阅按赞咯。如果你有任何希望可以下次针对你想要的主题进行的占卜题目，也不妨留言让凯蒂斯针对你想要知道的内容来做一次占卜。 OK， 再见，拜拜。不管是占卜问世、前世今生，或一生只能占卜一次的大命盘，都欢迎利用我们的预约系统跟老师预约1对1的占卜包厢。